尽管双方已经达成协议，但印度还在不断往前线增兵，形势不容乐观。与此同时，印媒突然曝光，大批印度坦克由于突发状况损坏，因果律终于奏效了。一起来看一看。这段时间，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小弟，印度可以说是相当尽职尽责。在恶心周边邻居上，印度再一次闯出了新高度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尽管他们在国内各种吹牛，但前线的印军却是各种吃瘪。不光无人机一架又一架被巴基斯坦击落，与我军的对阵中更是以压倒性的劣势被击败，闹了个大笑话。当然，这还没完。作为世界级搞笑担当，印度军队的奇葩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。7月12号，根据越南媒体的报道，印度在前线部署的大批 T90 坦克，甚至还没参加战斗就已经损毁。原因是加勒万河谷最近连续降暴雨，导致山洪爆发，水位急剧上涨。在该地区活跃的印度军人，尤其是重型装备，都不幸成了主要的受害者。军事专家表示 ，T90 系列坦克虽然看上去很勇猛，但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电子设备的可靠性极差。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是，在俄罗斯举办的坦克冬季锦标赛上，采用了与 T90 系列相同电子架构的 T72B3 坦克，在越过一个沟渠后射击，突然就没了准心。事后被认为很可能是电子设备进水故障，才出现了如此巨大的误差。水位上涨的同时，印度军方也在积极组织人员进行撤离。不过，由于印军没有能力对 T90 的发动机进行高原适配，导致它的实际运行效率非常低，常常出现坦克跟着人走的古怪局面。因此，当洪水出现时，这些笨重的坦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其中一些在进过水后，电子元件、布线和其他设备变得不再安全可靠，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只剩下被拖走进行全面的维修了。简单按250万美元的单价算，印军这一次洪水的损失就可能搞到4500万美元。T90 坎坷的经历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拥有自主技术的优势。相比印度，我军的99A 坦克就没有上述的顾虑。解放军做了专门的高原适配，发动机在缺氧条件下依然能维持正常功率，健步如飞，不可能出现发洪水时人走了但坦克跑不掉的尴尬处境。此外，99A 的马力高达1500匹，远远超过了 T90 的1000匹，再加上高原改装的加成，机动性碾压对手，印军很可能会成为我方移动的靶子，被打得溃不成军。